今天跟那個馬來西亞的朋友有約，那我們今天去跟他們已經從白沙屯回來，所以我們去跟他見面聊一下。他們就住在火車站這邊，我剛好在這附近。哦 ，Hello，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你們今天去大甲，去拜拜還是要去拜拜？对，把去年拿的那些养孝金啊，拿去过一过。哦，就过一下啊，好的。他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香燈腳，這段緣分真的非常特別。他是我的觀眾，這一次特別從馬來西亞來參與全程的白沙屯媽祖祭香，我們也在第一天在回程的路上相遇，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巧。第一次遇到這樣子海外的觀眾，還有海外的香燈腳，我非常好奇他們第一次參與的感受。我緣分蠻巧，就是他是因為看我的影片，然後也做功課，就剛好知道整個流程是什麼。那你覺得你從看影片，然後到了解這個流程，到這邊現場的感受，你覺得有什麼差異嗎？其實看影片幫助我們做很多的準備，尤其是不要受傷的部分，然後還有準備的東西。當然有一些東西我們也是比較 picky， 就是不聽話，对，就帶了尤其是行李方面帶了太重了，所以我没有不断強調說一定要輕量，一定要輕量。我們一直以為輕，我們只多重一個可能1-2公斤沒太大問題，然後第一天就已經是不行了，然後就發現應該真的要減重。不需要帶的真的不要帶。后来你有調整？有調整啊，因為我們其實第一天跟應該是第3天有做一點調整，就回來台中卸了一些東西。所以其實卸了行李過後，接下來幾天就蠻輕鬆很多。在腳的部分，就好像我們貼那個透氣膠布啊，怎麼做防曬的部分，其實幫助了很多。因為其實走完了8天。我們腳一個水泡都沒有哦，蠻厲害的。對，五指襪啦、高壓褲啦，什麼都有幫助到。連燒檔都沒燒，所以是好事。那真的不錯呢。對，我第一次通常很慘呢。是，這些東西都沒有，就是說我們有真正的去跟着每個前輩的分享，這方面其實真的可以幫助到我们很多。只是整理行李方面真的要多聽話。對，這個是真的。對，你在走這8年7夜，你有沒有印象中讓你最深刻的一段？這個互動很特別。我覺得是前面幾天嘛，因為我覺得前面那幾天很多時候是讓我們去學習跟適應整個進香的過程，就好像我們2個第一天就一直要追着媽祖去走，完全追不到，他很快，對不對？他就是在前1-2天很快，100米，然後你一直看着他在100米，但是你完全是跟不到他那種，而且你是用盡全力去追，因為第一次覺得好像一定要跟上媽祖，很興奮想要跟住他，然後就跟着他，就為什麼他那麼快這樣？對，那時候差不多9點多10點，太陽太熱的時候是完全不行，我們完全是2個人都已經是差一點虛脫，快躺下來睡覺，你走到天亮了。那個過後，其實我們就休息了一段時間。在上橋的時候，其實就有遇到一個應該是總務部的某個委員，他就剛好在我們身邊走過。是拱天宮的總務部。他們有跟你搭話，對不對？就跟我們打招呼，看到我們的國旗，他就跟我們聊，就問我們是走多久啊，應該怎麼走，然後過後就跟我們分享，你們的腳步要怎麼走，然後好像上橋的時候是需要稍微走快一點，對，不需要說特地的去追媽祖，你就是需要跟那些腳步，需要時間休息，你需要時間你就上車，你不要急。所以那一個之後，其實讓我們很大的感觸就是說，我們其實不需要真正看到媽祖了，追着媽祖去走。對，其實那天過後，第2個橋我們過完之後，跟着他方式，一下完橋剛好媽祖就從我們前面走過了，就是我們遇到你前1個小時，所以這個之後其實每一天我們就跟着同樣的心態去走，就是把自己穩好就好，把自己特別去追他，也不用特別去追，也不用特別去看說頭旗在哪轎子在那個銮轎在哪，就走。而且接下來每一天基本上我們都是在媽祖駐駕的前1個小時就看到媽祖，媽祖就會經過，就好像跟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狀態還好嗎？你這2個笨蛋從馬來西亞過來，窩心的感覺，窩心的感覺。就是我們即使是很累的坐在路邊，他就剛好就從後面這樣過了。我就看，又看到他今天應該是差不多要休息，他就會先來看一下我們狀態還 OK 嗎？你們今天沒事了吧？這樣就 OK，那我們繼續去駐駕這樣子，就至少每天都有1次的那個機會，而且不是我們特地去看那個 GPS 上去找的，對，就剛好都有這個緣分會遇到他。是。這個進香文化裡面有一個叫結緣的過程，會有很多小禮物。你們這次有沒有拿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印象很深刻的？結緣的話，是我們一下新埔火車站的時候，那是我們懵懵懂懂
剛剛到台灣，一下來，然後他是要在我們整理裝備穿那個，就遇到一個初期，他就跟我們搭話，對。然後後來跟我們講啊，你是國外來的，然後又是第一次，他就給我們濕紙巾，濕紙巾過後他又以為我們只是走1天，對，後來聽到我們走8天，他太太就給我們了更多東西，然後後來要臨走前，叔叔已經走了，又往回走，給我一個金色的媽祖的小牌子，而且是從他的手機後面特地撕下來給我的那一種，所以那個我們很珍惜，收到現在。接下来第2個結緣品是因為我們要擠進去拱天宮裡面，對，那時候在旁門，很多人擠不進去，對，旁邊剛好有一個姐姐就在我們旁邊跟我們聊，剛好媽祖一走要放人進去的時候，她偷偷捲了一個東西，就這樣塞進我的手，然後她那個其實是掛在包包旁邊的，有寫着什麼白沙屯進香的，我們就從那一天第1天包包掛到我們回来。這2個是我們印象很深刻，因為這個香燈腳就是有緣分，然後可以一起走，所以他們會有這種結緣的文化。那我第1次在走的時候，我就我原來有這個東西，然後後來我們才想說，我怎麼去跟人家結緣，所以你才會看到我只有用我的技能去幫人家拍照去結緣，所以我後來方式這樣子去互動。那個是我第1次去走的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們只是有帶了我們那邊。因為我們也不懂要準備什麼結緣品，像這次我們就帶了我們那邊的咖啡，所以在路上我們都會送給每一個人去那也不錯，檳城特別的咖啡這樣子，很讚哎。這個過程當中啊，有沒有讓你很感動的衝擊的時刻？其實你看我的影片，我有些 moment 我是會被他暴擊，就是我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那你在這一次當中有這樣子的感應到這些東西嗎？第1次被感動就是他剛才講的第1天，我們過完橋第1次看到媽祖因為那一天其實我們真的很痛苦，對，很煎熬，對，因為我們又是前1天直接搭晚班機到台灣，所以我們應該是下飛機直接走，對，所以已經是連續2晚沒睡，對，然後背包很重，对。所以我們是拖着那個身體，然後走完，然後就剛好遇到有緣人教我們怎麼走，就覺得很窩心。對，一走完就立刻遇到媽祖的那一刻，我真的，這真的很感動。我就覺得，如果我們沒有遇到那個有緣人的話，我們可能也完成不了。有一句話這樣講啊，就是媽祖會有他的安排。對，就是這樣講。他們都說媽祖會照顧後面的人，然後他就會有安排。這句話我也聽了很多次。然後就是當你很無助的時候。然後都會就是會有時候在抱怨嘛，所以他們最近有沒有一些看到要抱怨不要抱怨，然後就是你走很累，媽祖安排，就突然有車，就突然就怎麼樣，就突然會怎麼樣，就是突然會有一個很 surprise 的事情在發生，所以就這個很難，你很難去跟人家形容說，就是會有這種奇妙的事發生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你必須自己去感受一下。就你每次聽。像你們在影片分享，我們都聽了很多次，但是就會有緣分，但是你不懂什麼東西，你要現場去感受。對，就好像每次我們很累，你要講累了行上車都是還要看他在哪裡。對，我們的方式就是我直接心裡默念跟媽祖講，如果下一輛車是要讓我上的，对，我們就上，麻煩去開門，就讓你上的。所以我們才想把它完整拍成影片記錄下來的原因。透過影片的記錄之後，你才能夠真的去感受到那個過程是這樣子。因為我有遇過一些觀眾是，他會把我拍的每一個人物，然後他像挖寶一樣挖到那個人物，比如說收垃圾的阿嬤啊，賣拿芭樂的大哥啊，或者是在噴，然後噴自己嘴巴吃藥水給你看的那個阿姨啊，他們就一個一個去挖寶。然後就跟我講你知道我遇到你那影片裡面那個他多興奮，拍影片的分享就很有趣這樣子。其實我們在路上都有遇到，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我們很意外的被遇到，就好像大帥嘛，我們是2個在拍他影片跟他聊天過的，他就是那個大帥，就是講話很大聲，對，然後媽祖來了那種靠右，是我們沒有注意到是他，因為我們忘記了走哪一條，然後是晚餐時間。他一直在拿着大喇叭，就說這個晚餐很好吃哦，你們錯過就沒有了。他講話很好笑。對，然後我們通常是不會半途停下來吃飯的人，那我們就對望，
他推薦的這樣，好吧，我們就停下来吃，然後吃真的很好吃，他就往回走，就拍一拍他，要跟他說謝謝，他才發現，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帥。对对对，他就是每一年有他在，就是我們在走就會安心了。他很用心耶，我跟他交換 LINE， 他說有事情可以找他，然後我們到台中，我就發了一個信息講，我們安全到台中，然後就當都沒回事了，剛剛而已，我們去車站等巴士，大帥打電話來，你們 OK 嗎？你們明年還會再來？就他真的很用心，還會就是聯繫回我們，所以看接他電話講大帥打給你講是啊，所以就那些人物你講收藏，但是我們是在那種民眾面對到那個親切感是不一樣，是真的很不一樣，真的很感動，就是每个人都會很關心我們啊，因為在路上遇到一面之緣的朋友，他們也會說會關心我們今天到那裡的，有一些是走去程嘛，他們就說你今天到了嗎？你已經安全抵達了，你已經到白沙屯了嗎？我們都會每天在 LINE 我們會關心，問看我們有地方睡嗎？對，真的，這就是香燈腳互助的精神，是真的是。那我問一下因為走這個8天7夜，你們的住宿住到最特別的地方是哪裡？住宿其實因為我們有帶帳篷，所以帶帳篷解決了很多，就是可以到戶外室內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對，我們比較開心的是第一天跟最後一天，因為中間當然很挑戰，那些都是需要找地方的。對，前面後那天一定要分享，是因為我們去了新埔的北極殿。北極殿，對，它是一個廟嗎？它是一個廟，北極殿是一個廟。然後第一天去的時候，我們就把行李放在那邊，才走去白沙屯媽祖那邊去拜拜。對。然後最後一天我們是提早了一天去到新埔站，把行李放在那邊。對。再回去通宵。就讓他放在那，讓你們放在那裡。他讓我放在那邊，而且他已經準備好帳篷，準備好沖涼的地方，就是淋浴間。那邊的那一個江大哥也非常非常的好，怕我們冷啊，怕我們餓啦，怕我們沒水啦。都照顧到很周到，讓我們感覺到那邊是我們這次進香的第2個家。然後一回來講，你們今天一定要去慈後宮，那個下來非常好看，你一定要去，應該去那裡。然後等下你再回來北極殿，因為很多那個神教會來北極殿休息，他就幫我們安排很多很多東西，很照顧我們，很棒哎。所以也不是北極殿給我們真的很多很多，而且那個地方非常舒服哦。其實我們最後一站跟媽祖道別的時候，就是在北極殿。我就在那個廟的前面，然後看着媽祖的轎子這樣過，然後就停在路口，他就在路口看到，然後我就在那個廟的前方，就遠遠的跟媽祖道別了一下，然後我們也沒有跟進白沙屯了，就在那邊，然後媽祖走過以後，我們就直接拿行李就回台中，所以也是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好像我們一個駐紮點。然後有一個地方讓我們去準備。對，最後就是問說，因為你們是馬來西亞嘛，還有相對的這種媽祖的信仰，在這樣子媽祖的文化裡面，跟你們國家的媽祖信仰的這樣進香文化有沒有什麼樣的差異性？最大不同的感覺是什麼？馬來西亞的媽祖文化其實很多是偏向於討海人家，就是漁村靠海的地方，就好像我父親本身以前他們是討海人家，就是我公公那一輩跟到父親，所以他們是在一個漁港那邊，就會比較多人會拜拜關於媽祖。但是如果在像我來的地方檳城的話，我們就比較多是會供奉七爺八爺，或者我們那邊叫大吉阿伯那邊就偏向於這一方面的信仰。然後媽祖文化也是有，但是通常也是靠在檳城的海邊的地方。跟媽祖的緣分其實就是我們去年也來台灣，但是去年的主題就是偏向我們去了音樂季，我們去大港開唱，我們去台灣季之後就去嘉義，然後剛好那時候大甲媽祝壽大典，對，最後一天跟祝壽大典前一天都在新港嘛，我們就2個騎了機車就去那邊體驗一下，就沒跟着走，就去看看這個慶典是怎樣，因為一直聽說有這個東西，參加了2天，然後就感覺這個繞境的活動就是大甲媽繞境活動，感覺像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所謂的神明遊行，對，就是也像是繞境，就是神明去一些地方去淨化，對。馬來西亞比較偏向於遊行，比較少會有像進香的活動。進香這種，對，進香活動這樣子很少。修行有也是很短的路程，然後可能也是那個遊行也只是一個晚上，沒有那麼久，晚上6點到12點。所以對我們講，我們接觸神明活動，遊行是算是很大型了。但是比較算是那種，所以我們講 festival 就是慶典的方式。對。然後如果是白沙屯媽祖，其實我們今天在討論嘛，而且我們今天去大甲之後，去了大甲進去之後，我們就發現。其實就是大甲媽
把我們介紹給白沙屯媽祖，啊，然後我們跟白沙屯媽祖就有這個緣分，對，可以跟白沙屯媽祖一起去進香。對对对，因為我們認識媽祖也是透過大甲媽，然後那時候去大甲媽的那個繞境，我們一抵達的時候，在半小時裡面去看大甲媽的人轎就過了，对，然後他就直接問我，是這個嗎？對，就是這個，這麼快看到了，然後對，他也很驚喜，就已經運氣很好，然後有緣分，再多15分鐘，我們其實就在那邊轉轎底，就是去弄丟卡了。所以那個緣分就第一刻就跟大甲媽連接，然後我覺得回去之後，讓我們去知道關於白沙屯媽祖，因為去年我們都是全程跟執行軍在網上看，所以就有這個緣分，說想要寶貝確定這些之後，我們想，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走看看，來走看看，就完成這次就來了，這個真的是很特別的緣分，真的是那個緣分在那邊。而且我那天有跟你分享嘛，我們寶貝就是我知道，训練寶貝之後就發現都 OK，怎麼第一個就問了全程，我就 OK，媽祖也給了3個聖杯，就跟着走。真的，當地的媽祖給你3個聖杯，對，因為我們講沒辦法，我們想讓他來走白沙屯媽祖。對，我們想說我們想去白沙屯，跟着白沙屯媽祖進香，然後畢竟都是媽祖嘛，肯定有連接，我們就跟他拿一個應許這樣子。西螺大橋那個哦，西螺大橋，你們有走上去西螺大橋？對，很難得，你知道嗎？因為西螺大橋我錯過了，因為西螺大橋沒開，它是關起來的，頭期就走隔壁的西洲大橋。對，那我們都覺得應該會走西洲大橋，結果西螺大橋因為媽祖打開，這個很意外。西螺大橋那一段，其實我們過後才發現，也是它會關，對，它會關，我們不知道，它會關。我們是到了西螺，然後領了便當，在路邊休息，然後有一個香燈腳來坐着，他就跟我們講：“你剛才幾點到？”我們講：“大約半個小時前吧。”他講：“我是包圍。”他講：“我一過就是壓線就關了，對，就關了。”然後我們才發現原來會關，因為他真的是為媽祖開的。其實那一段我們已經累到不行了，他那天一年跟到西螺大橋，就是你跟很前面的呢。我們不在前面，我們很遠，他已經很累到不行了那天。所以你是不小心被帶到的嗎？那時候我們就想說，原本在拖着走的時候就想說有沒有累了請上車，可是都叫不到。我們這整個行程就是我們想要坐車時都做不到。然後我就跟他講，可能媽祖認為我們還不夠累，然後當我們累到不行時，就突然一輛就停在前面開門。而且沒有寫熱淚雷行上車的巴士，那輛巴士完全沒有。就看你們覺得好像很累，要不要載你們這樣？它其實是淚行上車，但是它任何標誌都沒有。哦，然後它就在我面前才幾米，門開起來，我就看着 OK， 然後我們就上了。然後他就一路慢慢把我們載到比較前面，就大部隊那一邊。然后你们就走到西螺大橋。對。那我們講，如果沒有那一輛沒有標誌的那個累了請上車，突然停下來，對，你們就遇不到，我們根本就遇不到西螺大橋。好，最後就是你這一趟台灣行，未來有馬來西亞的觀眾看到，你想給他們一些什麼樣的意見？如果馬來西亞的朋友也想來的話，馬來西亞的人，如果你看到的話，可能你們看影片會覺得很有趣，然後會覺得哇很興奮，對。可是當你真正來體驗過後，很多東西要看你的身體狀況跟接受程度，還是不要因為影片的好，對，就全部都不要跟着追，因為這是完全跟我們體驗下來是不一樣的感受。我們是因為之前有去過紐西蘭打工度假，所以我們習慣睡帳篷啊、徒步啊那些，所以我們還可以接受這些東西。可是如果普通他們馬來西亞人如果出去旅行，不是習慣戶外活動的人，對。大多數可能會衝，會比較衝，會辛苦，應該會比較 shock 一點，對，會 shock 一點，跟辛苦會很辛苦，因為我們覺得一開始前2天，我們都會覺得很辛苦了，所以我不想說，因為很多人跟着越來越紅，不要盲從了，對，不要，你要做好功課，然後心理準備好，體能訓練好，然後要接受種種的挑戰，對，讓他去安排就對了，對。有沒有想要對台灣這些幫助過你的那些香燈腳，或者是你遇到這些人，跟他們說說話？這一趟的旅程讓我們看到，第一點是台灣的朋友
之間的互動。對，所以這方面是你來旅行是沒有辦法的。對，因為大家現在都很推崇来深度遊這些東西，但是深度遊的話，這個我覺得馬祖帶我們去旅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獨特的。因為第一點是人，你可以接觸到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人跟你分享經驗。對，我們還有一路上的這8天，我們有一個姐姐是一天遇到3次同一個姐姐，然後每天都來跟我們打招呼。我今天要跟她講明天見的，所以就很驚奇。然後每個人都會分享他們的經驗，讓我們了解，對，然後讓我們去體會，其實。就好像馬祖派每一個人跟我們講說，馬祖進香是一個怎樣的活動，然後他們跟我們去分享這個東西。對，所以這是台灣的人情味，是我們為什麼一路來都很喜歡台灣的地方。然後當然也可以多了解台灣人的那個習慣，然後生活方式的東西，但好壞都有啦，我們就不去說那。對，但是其實不用過於那個，不用過於那個，因為不好就是不好。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好跟壞的地方，是大家需要多一點包容性。对。然後來這邊就看得到台灣人對每一個人的包容，尤其在路上，大家都可以去接受每一個人不一樣的習慣，大家可以互相的幫助。對。另外一點是，其實透過馬祖，我們其實可以走進很多我們來台灣旅行也沒有看過的地方。每一個名字土庫啊，這些基本上現在我們而且西螺大橋關着那麼久，你們現在走得上去？虎尾這些地方，你剛剛講的虎尾啊、土庫這些沒聽過啊，斗六啊這些地方，其實旅行團或者是來旅行，或者自助旅行人都不會去的地方。對。所以真的是跟着馬祖的那個進香，我們去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然後也看得到馬祖在一路上用那種特別的方式去安排的東西。那東西是你可以感受，然後你回去回想的時候，你會覺得哇，這個好特別的東西。對，然後對馬來西亞朋友，其實如果你有這個緣分，對，你有看到你的影片，對，有看到墾吉老王的影片，然後如果你覺得你跟馬祖有這一份緣分，那就跟馬祖就問看看是不是可以讓你跟來這邊去體會這個東西。如果你得到3個聖杯，對，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看他的影片來做準備。謝謝啦，就大家就要真的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其實體能方面其他東西這些時候是可以做的，最重要的點是你心態方面的調整。對，你不要當做是一定要看到馬祖，你不一定要當做是一定要完成這個東西，更好的是你其實可以放輕鬆的方式去走這個進香，因為其實我們後面老實講，我們也不是徒步真的一步一步跟着馬祖走完，有一些地方我們也是放下腳步，好像我們去通宵就享受了通宵一些美食啊，去見一見一些我們長期在網上看到的朋友，我們就去走了一下，也像是跟馬祖去旅行，然後每一個地方去感受，像我們去新埔那邊的海邊超美的，我們就停在那一站就看了那個風景，所以這些東西是一路上，就好像我們人生，你不一定是一直在往前衝，就是你需要停下腳步去感受一下每一個過程。所以馬祖這次走了這一趟，也帶給我們這個感受，讓我們去做這個偏，就是在你的匆忙的生活裡面，你需要放下腳步去看看這個世界，感受一下。對啊，謝謝你們分享，因為我覺得這個緣分很特別，真的是從影片，然後私訊。然後突然他就坐在我旁邊，然後就打個招呼而已。今天我就覺得對，然後特別安排的就是有一次這樣子的聊天吶，很開心能夠透過這樣子的緣分跟他們交流。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期待你們未來就是這幾天台灣的旅行順順利利。好 ，OK，謝謝，好，拜拜。